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这周我们将播出我对第6代导演王小帅的采访，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会有视频版本，以后我们将会视题材不定期做视频节目。最近王小帅执导的影片《沃土》没有获得审查机构同意就参加了柏林国际电影节后，微信上有篇广为流传的公众号文章，题目是又是一部注定无法在国内上映的电影。从1993年自费拍摄《冬春的日子》起，王小帅就一直在与审查机关斗智斗勇。他曾经有10年的时间一直处于地下，拍出的影片无法在国内上映。2004年后虽然走向了地上，但和中国所有的电影人一样，也需要面对审查制度。他说他和其他电影人聊想法的时候，时时刻刻要想的一个问题是，拍这个能过吗？他说他这次带沃土去柏林，就是想做30年前同样的事，推门。他想让电影生存下去，所以他决定去推这个门。他说这种情况30年前就开始了，半个甲子又回来了，不可思议。在这一期的访谈里，王小帅讲述了他作为禁片导演的经历，在审查如此严厉的当下，他为什么会选择拍摄背景是土改和大饥荒的沃土？中国为什么没有能像韩国那样出现很多一流的影片？他为什么把电影镜头聚焦于历史和历史中的小人物？他对未来的打算，以及他与这个国家的关系是否是一种没有回应的恋爱关系？我希望通过这个对话能帮助我们回答一个大的问题：中国电影怎么了？在表面的繁荣之下，电影创作者们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痛苦？想问一下，你在没有获批，就是他们说龙标，就是这个电影局的这个批准的这个情况下，决定参加今年的柏林电影节，你当时应该知道，就是这么做对沃土意味着什么吧？对，这个我们做电影的常年都知道，就是这个审查和自我审查呀，然后环境的变化呀，那特别是这几年，其实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从我的角度确实觉得好像越来越氛围越来越压抑了啊，越来越紧了，就是感觉能感觉到的。虽然我这个中间并没有直接拿片子去送审过啊，那么这个过程下来，我觉得一旦要拿出去，可能又会这一圈又绕回来了，30年可能又绕回到1994年的冬春的日子，或者2000年的单车，又绕回了这一圈。那么我也不知道是螺旋绕回来上升，还是往回走了。那具体的事情，因为现在呢还没有，就是我们被要求撤出，但是现在目前还没有具体的说法啊，到底会怎么办？但是根据所谓的电影的条例或者法吧，我不说，那就是说没有龙标去到那里任何电影节都是好像有问题的哈，这样，所以这些东西我是知道的，但是我想还是一个我的脑子里对创作的理念，还有我对目前的这个就规则吧，它制定的这很多的规则，那我觉得它是有改进的地方啊，它是有真正的阻碍创作的地方，它也真正的因为这样的一个译制条约，它其实就阻止了电影走出去啊，不管这个电影是不是符合某种意识形态，但它就会阻碍这个电影走出去，因为一个中国电影一直讲走出去的话，不能说你自己一厢情愿的往外送就要走出去，你还得就真正的就是观众，就是中国之外的观众想要看和接受来看某种电影，那才叫走出去。你不能说非得让你看这个电影，人家不爱看，也不能强制。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套方式哈，我觉得肯定是阻碍的。那我想，它阻碍了，那我去试试看，我能不能推动它一下。就是说我自己做这么一个事情，又去吃一个螃蟹，这个螃蟹没想到
30年了，又绕回同一个这个点上去了呀。那我想真的是太可惜了，就是说本来都是往上走的，本来都是一个特别特别有希望的一个局面，那又变这样，所以我就决定怎么说呢，还是为电影吧。因为我最过意不去的是什么呢？我最过意不去的就是我们这帮拍电影的小伙伴们，大家每年过年过节的时候都在一个大群里，沃土大群里，大家在关心片子什么时候出来，怎么样怎么样。哎呀，真的我内心就特别受不了，受不住他们的殷切希望，你知道吗？那么你想想，还有那个小朋友，你像那个小朋友小沃土，对，欧阳文兴，他每年过年过节，任何一个节，他都拿个录音跟我来说，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他这个电影现在处境是什么呢？我想再这样，他人都长大了，我就觉得内心很过意不去。我希望早一点让他知道，你付出的辛苦，你演的电影，你看现在，放出来了，你可以就像他那个拿小水枪一样，你可以跟小朋友说，你看我演的电影出来了。其实我就想着这些东西，那制片投入，还有包括我们荷兰的这个投资方，因为我觉得为什么形式应该要变了呢？就是说我们跟别人合作是有签约的，是有契约的，那人家付出的时间、金钱，还有等等等等的事情。对。那你能分享一下，就是你最后做决定时候内心的想法吗？就是究竟是那一个时刻，就是你跟着说算了，我不陪他们玩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时刻了。下这个决心当然是要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做出的，所以可能就是所有的评判最后就围绕电影本身，就是说，因为我觉得一切都会变，就是说，比如说我回想到30年前的那个自己变成地下电影地下导演的，在一个计划经济时代，但是你只要坚持做，自己并没有做错，我觉得。那么等到10年以后，03年，不是后来又市场化了吗？又变了吗？我们这些导演，你们可以允许你们拍电影了吗？就它会变嘛？我认为它是在我们的思考里，它是应该往正确的好的方向去变的。所以当市场化以后，你看现在中国电影票房这么火爆，大家这个从业人员这么的多，那么按道理它应该再往前更大胆的自信的开放嘛，那这个市场会更大大家都希望超过美国，你只要这样肯定会超过的嘛，因为中国人口基数那么大，那么多人喜欢看电影，那我想它也会往前走的。那虽然我93年、00年都遇到这样那样的事，我说可能遇到现在都这样了，那怎么办呢？因为我想一个电影让它先生存下去，那么就等于说去推了一把这个门嘛，或者敲了敲这个门嘛，敲一敲里面有没有应声，有没有人，哪天可能这门就打开了。那么如果你没有电影去敲这个门，没有去做，那这个门可能没有反应，它就不会有变化。那我相信30年以后又回到这起点，就像我当年一样，可能莽莽撞撞的为了电影而且又在柏林电影节，就一切转回来。当年也是冬春日子在柏林电影节嘛，那么我想命运使然吧。那我觉得可能让我做这个事情，我去推这个门的话，我觉得也是我的本分吧，因为我是做电影的，我只为电影负责。那么我也想特别想就是改变或者推动一个良好的真正可持续的政策然后形成就是我们的管理和我们的创作人员的真正良性的互动，大家都守护好对方的一份职责和本分，那才能做得好所以我就只能这么想，所以我只能说先让电影存在下去吧。对。那你这个电影就是《沃土》在柏林电影节上上映后，你和制作公司面临了什么样的压力呢？就是有没有官方面说了什么话？其实我倒还好吧，我做出这个决定之后，那其实我就反而这个就担子就放下来了，反而不做这个决定，
思来想去，或者是在过程中是挺熬人的，挺熬人的。那一旦放出，我已经决定了，而且也不可能再撤回了，拷贝已经在那了，都已经挂在人家那个盘里要放，其实我就释然了。我觉得，从根本上说的话呢，我也觉得自己没有太大的错误，我没有做错什么，就是拍我的电影嘛。我不知道你现在是算被禁了，就是我们还不知道，还是你以后还有没有可能在国内拍片？这样的一些压力有吗？这是不得不考虑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按照这个规定吧，我不能说按照什么，按照规定吧，就是如果是这样的，是好像是5年不许在国内拍电影，是这样的，还有一些什么其他方面的这个罚款什么，我不知道了。我也想问一下，就说有一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人也问过您，就说中国为什么没有能像韩国和日本那样出现很多一流的电影？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走了出去，真正的走了出去，大家是愿意去看你的电影的。就有人甚至说还赶不上同样有审查制度的这个伊朗电影。很多人讨论的问题，有的人也非常有水平的人，他也在用伊朗来举例啊。但实际上，我觉得，土壤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能够真正的说，你偶尔长出一棵好苗和好树，在石头缝里有可能，但是如果说你真正土壤是肥沃的，是自由的，风调雨顺的，那就长出的不是一棵苗子了啊，那可能就是一片真正的森林。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和常识可以去看到。那我们不能说是我们虽然是小语种电影啊，在世界整个电影版图里，也不能靠一个偶尔冒出一个苗子来，它的后续是无力的嘛，真的是需要它就是分母越大，它产生的这个可能性就越多嘛，从量上产生质变嘛。那其实韩国就是这样，大家不用说，韩国就等于说是，其实韩国电影在80年代，就第5代出来的时候，他们也是很羡慕这个中国的啊。那个时候改革开放一下子很蓬勃的，那韩国电影人是经历了他们的抗争的，韩国电影当时为了也是把韩国电影的审查呀什么什么改变推翻哈。就做了非常多的抗争啊，这里面大家熟知的有光头运动啊什么的，大家集体很抱团的。那么把当时其实韩国电影审查也是很专制的，也是很那个厉害的啊，慢慢就通过一些就推动了。那么推动出来以后呢，它一下子就题材井喷。首先我觉得韩国电影是题材井喷，一下子没有限制了，就是说那些可能带有很黄很暴的东西就一下出来了，就让世界一下惊着了。温文尔雅的韩国人有这一面啊，黑社会的，然后包括南北之间的这种冲突等等，这些电影全部都出来了。那么它就像我说的，这个土壤它有营养了，土壤自由了。所以人家说自由是沃土，你首先这个沃土你是自由才培养出这个一个沃土，那大家就开始。那么我们真的是就像说这个运势吧，80、90年代的这个昂扬的运势是值得要警惕的，就没了之后，这个运势没了，实在是可惜的。相反，那个时候90年代初的时候，一开始我觉得自己是往上顶的一个小苗子，那现在我突然觉得我又回到这儿吧，就是突然变成没劲儿了，就很孤独，就是觉得不像那个时候未来可期，未来可期。现在突然觉得下去怎么办呢？未来是什么样子呢？就当时要是觉得90年代整个的从我们和整个社会的形态都是往上走的，虽然经过了那个特殊的时期，但是在经济上面是往上走的嘛。那回到这个点上，又回到现在目前的点呢，就是我觉得比那个时候可能更迷茫。自己也不是20几岁的人了。是，我一想到你说5年，你今年你66年，那57、58，再5年，对啊，那就60多岁了。然后
60多岁了，是啊，这个这真的是我想一想都觉得挺可怕的。对啊，嗯，这个时候就是其实还是说，其实您这个岁数，其实如果你身体好，还有心劲儿还足的话，是最好的时候，是创作最好的时候。对，真的，当然电影是一方面了，就是有太多的人，就是不管是艺术家、知识分子、各方面的记者，这几年我真的是这个故事在不停的重复，我不得不这么说。对，实在是，对，实在是有一点点怎么说呢，心收紧了那感觉，不像那个时候，不管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对的，有什么就是那种探索的过程中吧，你是撒开的，你是勇敢的，甚至从某种程度上你的心境是自由的。现在好像就收紧了，每个人都紧在那了，整体的感觉。紧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心不舒畅了，不敞亮了，就大家都非常小心了，这个都收起来了，就是，不管你做什么，都紧张兮兮的这个感觉。就刚才我们也谈到了一点，就是中国电影现在实际上看来好像是票房很不错，就比如说2024年春节档这个总票房达到了78.44亿，就是创了中国影史的这个春节档的新高。就有人会说，就是中国电影没什么问题，中国人很喜欢看现在的中国电影，连好莱坞电影都被中国电影打败了。你们这些抱怨电影的人，是因为不能拍出观众喜欢的作品而失落，你会怎么来回复这样的说法呢？这种说法多少年都是这样，很多年。其实当然，票房越来越好，或者整体票房好，大家就说这个问题。因为在我看来，我一直没有办法去进入这种讨论去回应的，因为这是个常识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中国人不管怎么老要去比，知道吧？就老去比。就是说，哎呀，以前我们不如人家，现在我好了吧？你看今年我的票房超过美国了吧？就好像就，哎呀，这个我觉得就为什么总是去做这个比哈？再加上呢，就是我希望是真正的一个市场，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在电影的这个虽然说是市场化，它其实上是一种很特别的特殊的市场化，它不是真正的开放，它不是真正由市场来优胜劣汰来做的，它是其实上也从暗中是让一种就好像一种暗的以市场的名义的一种计划和保护。比如说美国电影它是有一定的限度的，还是有的。那么如果他觉得呀要把中国电影做上去，那么就那么去做，然后把美国电影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稍微的压一压，那么它就会产生那个输赢的变化。那我觉得这个电影一个繁荣的市场，真正繁荣市场，你要靠市场去真正的市场去搞，你比它干嘛呢？就是说，你每年都要国产电影压过好莱坞电影，那好像只有好莱坞电影，那其实还有法国电影、意大利电影和各国电影都应该进来啊。进来之后产生一个真正的那个，就像韩国电影一样嘛。韩国电影实际上，就像现在的票房的井喷，它其实真的是电影本身和整个国民是自觉的。那我觉得是看到了这人家真正的起来。那我们现在还没到这一步，因为我不认为现在我们的市场是真正公平和开放的。还有就是说，现在中国票房好的电影也基本上就是红片就比较多，是不是？这个反正，哎呀，这几年反正这几年这个现象，大家都看到了，都看到了，很明显的，就是由这个主观的介入，想把电影往哪方面的引，这个是非常明显的。那这几年呢，就是好在就是通过这个20年呀，中国就走市场化以后，确实有很多的导演接触了很多这个，比如说好莱坞的制作的这种方式啊，最高科技的制作方式啊，很多的时候他们都到好莱坞去学习啊，再加上高科技引进啊什么的，就是
技术上非常的发达了，技术上以及硬件上是很好了。然后很多的制作人员啊，都学了一手好的本领啊，包括导演、编剧，他其实这套是相对很完整的。因此呢，就是说，整个的这个集体，他要想创作一个什么样的主观想要创作的东西，他的技术手法是很娴熟的，都能做到。所以呢，现在的这个对，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任务性的电影，它其实也是想把它做得好看，所以这几十年的技术上的进步，业务上的进步也帮助他们了。那我们接下来谈一下你影片中的历史。2017年你在一席的演讲中说，一个国家需要面对过去，历史并没有结束，并不是你看不见它就结束了，而你作为掌握摄影机的人，有责任记录下历史。你为什么对历史这么执着呢？其实我也并不是一个从小说喜欢历史的，因为年轻的时候谁都不喜欢历史，都觉得未来在远方很有劲儿，不想过去哈。但是呢，其实我后来慢慢演变到拍这几个片子呢，我认为是和我的家庭还是相关联的。就是我从小因为出生以后，就随着这个母亲去了这个贵州嘛，那段历史，就我父亲在那的多少年，我母亲在那多少年，从青春到那儿，然后到中年离开，有很多人都离不开，还在那儿，然后几代人，就等于说我们这一代，下面这一代又有了下一代，等于说像我这个他们在那生得早的话，连孙子辈都有了。那个我觉得就是让我就是感触很深，所以我到北京读书，从中央美院附中到电影学院什么，其实我心心念念是挂着那个地方，挂着贵州那个地方，而那个地方，你那个时候大家那个时候是整体是一个信息屏蔽的，不知道有这么一群人，这么一群事儿，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当然就知道北大荒啊、知青啊、文革等等等等的，有好多这样的事情，可是呢，只有这段是没人提的，我就觉得很奇怪。对，就完全被忽略掉了，所以我就一直想，等到我有机会的时候，我就要拍一拍我曾经的经历，我曾经看到的一切，所以这是诱使我后来拍青红。那其实一拍到青红呢，拍完以后你就刹不住车了，我又拍我11，都是拼命的拍，反正也没有市场，也没人投资，就想办法就要把我那个心目中这段东西我要留存下来，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群人，包括闯入者到了他老年再去反思和忏悔他的这个以前的生活，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虽然有的时候可能老三线的员工们看到我拍这个电影，有的时候还不高兴，说哎呀，中国人喜欢讲过去就过去了，你干嘛老提啊？是吧？对，大家往前看，向前看，对，向前看，对。那所以我说，是向前看，在那个时间是对的，大家先不要考虑过去，轻装上阵。但是你走两步，你这个东西丢不掉的，你所经历的，那段历史或它造成的好的、坏的，给社会或人造成影响，它还会在那的。所以我觉得，反正我就是，因为拍了一个就没停住，就拍了3个，但是我们拍不动了，就是说，太艰难了，因为知道的人毕竟少，关心的人也少。比如说你电影里的这个历史也是有一些距离的，就说这电影就历史经常是你这个是个背景，就比如说这个敦春日子里的这个天安门事件，我11里的文革，这个地久天长里这个计划生育、下岗下海这些人，就是他们都是背景，但是是有些距离的背景。你怎么理解就是说历史在你的电影里扮演的角色呢？我越来越发现，就是人啊，就是到一定程度，一旦他的这个思维啊或者人格定型和固定以后，是很难改变的。那么，我觉得从哪里来呢？一定是从他的这个教育背景里面、成长背景里面，真正一路走过来。人肯定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好像没有过去就形成这个人格，他一定是这样的延续下来的。所以我觉得重要的就是
我觉得看到，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现在种种的现象，是心里非常着急，而觉得很荒唐、很荒诞的、不可思议。那么这一切怎么来的呢？这一切，它不是中国人天生这样，它是有一段历史的背景塑造了这么一个中国的现状。因为经常人说中国5000年文明跟文化什么的，我觉得先不要聊那么久，至少这几十年，这70多年就已经70多年就塑造了就是这么一代就是几代这样的一个中国人的性格特点，包括国家的形态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你不能够说过去就过去了，哎不行，你要如果不好好想清楚，你不好好的把这个梳理一下呢，我觉得还是不行。所以虽然很短，这个历史里面其实你看地久天长，我是从计划生育嘛，那个时候我已经算是青年人了，会思考，或者见到了中国的整体的这个几十年的变化。那我也有我的意见，我也有我的态度，我也有我的看法。那我觉得把它浓缩起来，也不外乎是我们的自己一小段经历。那么像我11啊、青红都是我们那个时候小孩的时候所经历的那一段啊，后来又没有了，马上那段历史又消失了，又改制了，然后又甩到历史的这个烟尘里去了。那怎么办呢？就是因为老百姓太好了，老百姓也无力，又好又无力去说我们要争取什么，我们要重新来看待我们的所有的一切。没有人会说的，说好好来总结你们现在怎么样，好像你们现在所做的贡献或者所受的委屈，我们怎么去好好聊一聊？没有的。所以我觉得，那电影是一个电影的摄影机可能是一个眼睛或者一个倾诉的工具啊，或者是一个就去面对他们，是一个唯一的一个柔软的东西。就是说，因为很多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已经不会看见他们了，那他们就自己挣扎，然后自己生活着，就没有人去关怀和看见。那这个摄影机去靠近他们，那么靠近他们去关怀他们，说你看至少有一个摄影机，有个叫王小帅的没忘这一切啊，我们大家互相的关照一下啊，其实就取个暖，改变不了任何，取个暖，但是这种关怀这种关心是我们对现实和过去的关照所结合起来的。如果这个关怀多一点，大家讨论这个事情多一点，或者能够从慢慢的社会发展中把个人和家庭该有的权益能够更加的有保障，或者更加拿回来一点，那么这就是文化和艺术能够诉说的一个能够改变一点点的一个功效了。对，我只是这么想。那我们来谈一下未来。你在疫情期间搬到了泰国，甚至在那里拍了一部电影《旅馆的 Hotel》。这次沃土到柏林参展会后，我刚才问了，就说，你还能回国拍片吗？就是你接下来是怎么打算的呢？这个旅馆呢也是特殊的，因为疫情，然后我们就是困在那了，困在清迈，有大概小半年，所以那个时候拍出这么一个电影吧，觉得挺好玩的，就是说也不是不可以啊，这是一个启示吧，算是当时一个启示。那么等到呢，现在发生了这个事情，但这个事情也不是说是有预料啊，既然你像说你做了这有预料，但是没有等到政策的变化，没有等到一切的变化以后出来，那没办法就产生了这个局面。可是呢，在我来说，那何尝又不是一个反作用力呢？有的时候你一直在追求想要在创作上是自由的，你自由的创作，可是呢外部的环境又让你做不到这个。就像很多的时候一闪念，经常我们聊天，我要拍这个能通过吗？大家说能通过吗？就每个已经时时刻刻不再阻挠你的这个想法，所以很痛苦。就是说本来创作是自由的一个过程，一个把你思想和思考自由发挥的一个过程，结果呢每到一个想法就自己卡住或者被别人卡住，我觉得是挺痛苦。那如果说不管什么情况，
你被动也好，主动也好，不得已也好，你去追求你认为的自由，不是不可能。其实，整个的这个世界，你看电影的交流越来越国际化，就是过去经常是法国电影、意大利电影，你现在看到任何一个场合，你都看到都是很多国家合拍，很多国家合拍。那么这也是一个未来不得不面临的趋势，因为单一的国家去承担一个电影，他们都觉得困难了，需要大家联合资源，才能保护和产生这样的电影。不是说再去挑战这个市场吧，可以才去迎接这个市场越来越不好。那你想这种互相之间的合作会越来越多。那如果我们中国电影的这一部分要想走出去，你不得不面临这个问题。这回柏林电影节上的几个中国电影和香港电影都是好几个地方合拍，所以呢，很可能未来这个电影的趋势，你是个中国导演、中国脸，但是你可以去拍任何你想拍的东西，你只要有才华。所以我觉得主动被动的话，我觉得如果能够体会到拍电影的自由，那是最快乐的。而且呢，而且我还要认为，就是 AI 现在又进来了，人工智能又进来了，就是所有的技术，当时是胶片时代结束，数字时代进来的时候，已经解放了很多了。就是说，拿着数位摄像机，甚至拿着苹果的这个手机或者什么，都在可以拍活动影像，都可以拍了。那么你是挡不住的这样的一种趋势。那视觉的变化，现在 AI 甚至竖屏短剧，那么你怎么去面对这个新的变化？不能再回到30年前固步自封，我还是要那样，我还是要卡住你们的这个思想，卡住你们的拍电影的行为，你不许这样，不许那样，那是不现实的。如果及早的调整，更加宽容，更加自信，一方面是对创作好，一方面就是可以蓬勃这个创作的这个环境，一方面就是把中国电影真正的融入世界。那个时候如果再看什么，比如说我们超过好莱坞了票房什么什么，再去看那个，到那个时候看那个，我觉得才真实的，挡不住的。你要挡它的话，我觉得会落后的，越来越落后。电影是需要很多人一起协作的，就是很需要资金和市场。如果你留在外面，这些问题你是怎么考虑的呢？现在这个就是其实是蛮挑战的，就是说我首先并不是说就100%决定留在外面了因为呢这个所以一切都是好像怎么说呢无常吧。刚才说如果不管是主动和被动有一个自由的选择的话，我两边都希望有，就是说我还是希望还是能正常的回到中国，回到北京，然后还是做中国。因为一个导演只有在自己的本土有自己的文化滋养的情况下他才能够拍得出更加怎么说呢，就更加接近地气的一个电影。那么这当然是我最希望。那如果说遇到某些情况不行，那我要面对新的挑战。那如果我还能够在不回中国拍电影，甭管是你几年吧，那我在这儿我要有个新的挑战，我要去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在这样的被动的情况下，也能够去做我觉得可做的电影。因为确实现在中国人在外面看到的一切，经历的一切甚至纯英语电影什么，其实都如果他到了这个时候，何尝不去尝试一下？对。但是你还想就是如果可能回中国，但是现在这个创作的自由越来越没有了。你
接下来再做什么也不太可能在中国上映了。如果你真的就是你是一直追寻自己遵从自己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导演，是作者型导演，你不可能去为了这个各种的审查，然后去拍你自己不想拍的东西。你是很有这种问题意识的这样的导演，你如果回去会拍什么片子呢？能拍什么片子呢？在中国，比如说我们拍一些，就是很多的导演有自己真正的情感经历的投入的，他是生活里面的，我觉得空间还是很大的。因为我，比如说我做完这个的话呢，我不见得回就冲这个主题去的，因为像青红三部曲那个三线拍完，我也没力气再去拍了，因为太累了，对吧？那我这个也是，我还会有新的创作的方向。那这个创作的方向可能是纯亲情的、纯感情的、纯粹自身在中国在目前的现实和怎么生存、怎么去奔波等等，这些都是，就是说这些东西，就是说审查起来，我觉得这不可能，连这个都不行。所以只要能回去，那现在就是这样子呀。我不得不不说一下，就是现在就是说经济不好都不行啊，经济学家都不可以说经济不好，这个你要去反映现在的社会现状。就比如说，对呀，你要失业也不行，也不能说是不是？经济下滑也不能说，我的房子卖不出去也不能说。太多的禁忌了。我们做记者的他们都告诉我，就是没法写稿子，就不要说电影这么一个更大的一个这样子的创作。现在就是你说到这个呢，确实是堵得慌了。就是说，因为情绪化都不，因为现在电影它不是说能不能说什么了，就现在的最大的问题要去探讨，就是要去触碰情绪化的问题。你这个人情绪不高昂，就不正面，就会有问题。所以它不是出在哪句台词上，也不是出在哪个题材上。所以这个需要，哎呀，其实我觉得真的大家需要努力，就是说敢于触碰。但这里面有市场的问题，就是大家觉得比较灰暗调的东西又不卖钱，所以它是一个多面的一个互相这个悖论吧。就是说，原来是从意识形态上不希望你比较灰暗，现在就变成加一个市场也不需要你灰暗，得励志啊，得有那个更 positive 的东西，所以这两边夹着你。当然，我说电影不见得非得是表现情绪，表现什么低的情绪，或者不是。但是这个每个导演他的做法由每个导演去决定。所以说你刚才说是对，就是说你一旦一回去一触碰它，哪怕不敏感，但是一灰暗也不行。这个是一个特别无解的问题。就像当年，就像我刚才说，当年那个人家他说你这个扁担姑娘我看出来了，我剪到这一段，我剪到那个台词，我改了还是不行，整体还是灰，我改不动了，不行了，因为它整体是那个他认为的灰暗灰调子，那这个就无语了。对。那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吧。德国之声在和你的访谈中提到的，就是在柏林电影节上一位华人观众问你的问题，就是他说新片没有过审就送到了柏林，是否将在中国遭到封杀，并导致新片无缘中国观众？你的回答赢得了台下一片掌声。你说这个就像恋爱一样，如果一个人拼命想爱对方，对方就是不爱你，这是没有用的。这句话呢，其实让我想起了1981年的这个禁片《苦恋》里的一句话：你爱这个国家，但这个国家爱你吗？我想问，就是说你和这个国家的关系是一种没有回应的恋爱关系吗？其实我们分的阶段，像我说80年代、90年代、2000年早期，那真是一个，就是虽然那个现在看起来本质上还是没有变，但实际上整体的情绪大家至少是昂扬的。那么这个时候好像你还没有发现他爱不爱你呢，至少两人可以约会啊，两人可以出去玩啊，互相大家是双向奔赴的，还是有一点点双向奔赴的这个意思。
那现在就没有双向了，奔赴。对，现在就有一点点难了。就是说这么多年了啊，这么多年下去，其实作为我们创作者来说，还像一个恋爱的心，还想要像一直不想丢到那个时候的热情，不想丢到那个时候蓬勃向上的那一切，还想往前推，但是看来好像形势时代变了，好像就是说，那么怎么办？等于说你如果还是那样的热情，人家已经不要了，人家已经没有回馈你了，或者是连一个电话都不接了，那这个恋爱怎么谈下去呢？那就最好就是好好的做自己吧，就过自己的日子，是吧？就是好好的做自己，因为你是做这份职业的，你的能力还在，你的精力也还在，你的想法也还在，你的眼睛也还在，那么你能够触碰到的，其实现在的技术它一直在帮助你，可以简化你的这个想法的呈现。那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要被那个困住呢？就是说可能相反，你奔赴的就是更自由的一片天地。我觉得还年轻，还年轻，太好了，听着说的感觉太好了。那我们请每一位嘉宾推荐3部书或者是影视作品，我们还从来没有一个电影导演上过播客，您有什么推荐呢？那我想作为做电影的就电影就不推荐了，电影就不推荐了，好，电影就不推荐了。那个那么多优秀的电影，那不是一个两个的。那如果从书上的话，我倒是想说2个，就是说2部就是非小说类的，对我近期影响也是蛮大的。就是一个是就是雷蒙阿隆的那个知识分子的鸦片背叛啊，鸦片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鸦片，不好意思，对，雷蒙阿隆，对，法国哲学家，对，那个人的一生几十年，他的那种其实挺孤独的啊，但是一直非常孤独，在非常左派的法国做一个比较保守主义的这样保守派的哲学家，很孤独。对，是。还有一个是，你为什么推荐他？你为什么喜欢他呢？是你自己觉得看到自己的影子吗？就是怎么样在这种有一点点吧，坚持吗？有一点点。另外也是通过他们这些人认识到了，就是其实我们多年来我们看不到这一面啊，我们都是在左派的这个沙特的那个存在主义那一面看的比较多嘛，看不到。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真是只有时间哈，你自己的成长时间够长，让你去慢慢认识到事物的另外一面，这样的话你才能更全面的了解这个世界或者它的变化以及你自己的这个思考。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凯恩斯大战哈耶克那本书也是就等于说是把凯恩斯和哈耶克这2个人放在一块，也是这几十年的这个争斗。那直到现在可能虽然是谁占上风，谁不行，还不能下结论，但是你会有一个判断，就你会通过这样的看到以后，看到这个世界的真正的变化，你所经历，你所在书本上看到以后，然后你形成你的一个态度和你的一个基本的方向和价值观，这个也是觉得影响挺大。这也是早年间我们在读书期间都接触不到的另外一面当时都是不会有翻译的嘛。还有一个小说，就是野夫，就是野夫的国政，特别希望他能够被大家更多人赶快的看到。野夫有个国政是吗？他好像没有正式出版，但是他已经有印刷本了，到处有人看到。太好了，在清迈的飞地书店可能会有卖的。我做个广告，我刚刚写过，对。其他还有好多就不全推出来了，可以了。好，谢谢王导，也谢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